婉婉，你阿爸死在军阀之战，阿母不能再失去你了。我已和督军府言明，舍弃军功。阿母要你日后远离战场，觅个良婿，安稳一生。婉婉，婉婉，你能拿出嫁妆支持我留洋，我非常感激。但是现在局势很紧张，我订了今晚的火车票，必须马上走。今晚就要走了？对，婉婉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，等我学成归来。好，我等你。小姐，少爷回来了。他是谁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燕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何慧珠。实不相瞒，我与天之情投意合，准备下月结婚。至于你，天之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慧珠的父亲是燕京大学的校长何文先生，论身份，以做妾不算吃亏。何文校长又怎样？我家小姐可是如意。儿子回来了！快，准备饭菜去。木妈，哎呀，儿子呀，这木妈看看，哎呀，木妈都想死你了呀！婉儿，你现在可出息了，这门婚事呀，可好了。靖家公啊，还是大学校长，这一年工资可不得10万，那岂不是能带婉儿飞黄腾达了？对，哎呀，太好了！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婉婉，这门亲事是母妈给我安排的。再说了，你一个死了阿爸的商贾之女，拿什么跟慧珠比？我阿爸为大帅战死，不宠你夫命。我知道你阿爸一个小副官而已，一年的薪水也比不上我阿爸宴请的餐费。我只当你是个小猫小狗，与你留在谢家做妾吧。婉婉，还不快谢谢何小姐如此宽厚啊！您太欺负人了。谢天之，你既与慧珠小姐情投意合，为何不早些写封家书告知于我？我于婉婉并非赖着你不走，你如此两头哄骗，不就是既贪图人家的权势，又贪图我的家产吗？我毕竟你连留洋3年的学费都是出自我娘家的嫁妆。于婉婉，你阿爸战死，外祖家也已落寞，我花你的钱怎么了？现在倒是把我当成谢家妇了，那便让她做妾喽。岂敢羞辱！婉婉，慧珠的枪法可是全校第一，我劝你不要自讨苦吃。你竟敢拿着枪对着校长前进！我就不信你还会使枪，有种开枪啊！还是连瞄准都难吧？婉婉，把枪放下。商贾之女，她是连枪都没见过。我确实不懂枪，所以容易擦枪走火。这要是一枪爆头呢，可就是无心之过了。你说对吧，何小姐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
慧叔，慧叔，你没事吧？何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于婉婉，你这话我只说一次，我于婉婉此生绝不为妻。小姐，他们哪知道您幼时曾装作男子装扮随副官上阵，使枪比使筷子都灵泛，他们还敢嘲笑您。母妈叫我避其锋芒，但架不住他们欺人太甚。小姐，谢家人不会真的把我们赶走吧？不会，他们可还要靠我的财产养活。那难不成您就只能做妾？绝无可能。那也不能离婚啊。虽说大帅刚颁布了离婚法，可还没有女子提离婚的先例呢。别人离不离那是别人的事情。小姐，你是要离婚，还要拿回他们吞下我的所有嫁妆，风光体面的离婚。当初外祖暗地里将所有的生意都交给我经营，表面上于家已经落幕，实则遍布各行各业。这是我成婚后名下所有的铺子和房产，你拿着我的印子过户给我母妈。妖怪！对了，小姐，前段时间你和陈峰先生合办的西餐厅好像不在这里面。我知道，这可是燕京最豪华的西餐厅，我怎么可能会忘了？我自有我的打算。你先去。上海。哎，婉婉，你呸！嘴上说有不危险，可心里不还是怕被我儿子给休了吗？啊，多生事端。哎，走。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在外不要暴露我的身份，我是来找陈峰的。哦，老板，那我去喊他。于婉婉，昨天的事情我已经为你解释得很清楚了。今天我和慧珠约会，你没必要跟踪我。我是来吃饭的。这家餐厅是西南首富陈峰所开，今日特意邀请尊贵客人来品尝红酒。你来吃饭，可笑了。赶紧回家去，我在家照顾母亲也就罢了，还出门乱花钱，真是没规矩。你谢家上上下下用的都是我于家嫁妆，我花我自己的钱。陆俊，咱们来这儿干嘛呀？待会儿找个借口，叫那个富商老板多加点保护费，给兄弟们换一批国外来的步枪。好啊，哎，让我啊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哦，那个是何校长家的千金慧珠。不是说他……于婉婉，你是在跟踪本小姐，想要模仿我，也想来追求时髦，对吧？我13岁出国留洋，学的是新式教育，如今又成为燕京第1位女教师，是全燕京女子的典范。你崇拜我呀，也很正常。何小姐这份无知自信，确实有股吸风的味道。
先是学我举枪，然后又学我品尝红酒。可惜啊，你身上的陈旧腐锈味太重，无论怎么努力，也都是东施效颦。还是滚回你的宅院，少在这儿惹人发笑。你们干什么呢？这可是我餐厅的贵客，休得无礼！这可是我餐厅的贵客，休得无礼！老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身份？听到了没？连服务生都在赶你走，就别厚着脸皮往上贴了。你自觉得留洋归来就高人一等，那我便想请你帮我看看，这餐厅何处写了不准内宅女子进入的？是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就算你蓄意模仿慧珠有几分相似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想要模仿我啊，也要有资本。今日餐厅不对外营业，需要邀请函才能用餐。你有邀请函吗？哦不，你知道什么叫邀请函吗？我亲自制定的品酒规则，看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别妄想了，这可是我阿爸好不容易托关系才弄到。那我确实没有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慧珠，我们堵在这里有失身份，他若实在坚持，不如就一起吧。想让我带他进去也可以，他把我的帽子打坏了，让他给我道歉。那是自然了。婉婉，没听你和小姐的话吗？没有邀请函，我照样可以进去。陈峰为什么还不出来迎接我？告诉他，于婉婉来了。3年前战死的于副官的女于婉婉。你认识陈老板？当然不可能。商贾粗鄙妇女，为了混进去，连牛都敢踹。反正别人只认得你是谢家儿媳，丢的也不是你自个儿的脸。慧珠，莫跟他计较，若是闹出笑话，传出去对我们也不好。日后你还要跟慧珠共处一室，多学习礼仪，也方便照顾她。走吧。我们新派贵族了，喝酒都是高脚杯，你自己不会就看着学着可，我可不会教。对，我定让他站在你身旁，你就当他是个服务员，随便使唤。有没有点颜色？还不帮本小姐把椅子拉开？督军，继续纠缠时，要不帮一把？3年前，于副官银霜主动放弃家教，和军政府割裂，只求女儿平安登科。这今日看来，这女儿也不是什么善茬，且等看好戏吧。慧珠，没事吧？你个无耻贱人，你是故意让我跌倒的。这是主位，什么意思？这儿是我的位置，这儿是我的位置。于婉婉，这主位是留给最尊贵的客人坐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请？太不懂规矩了，让开！我的地盘，我的位置，我想坐在哪，我就坐在哪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的地盘，
我好心带你进来，让你和我同桌，已经够抬举你。你要是再胡闹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快看，当众增强主位归属呢。今日规矩是主位才有资格品鉴红酒，当众争抢真是不雅。就是。哎呦，这不是何文校长的千金何慧珠小姐吗？您可是咱们燕京的第一位女老师，值得万人敬仰。这主位，谁敢跟您争啊？有人装傻充愣，求我用邀请函把他带进来，教他品尝红酒，还霸占我的位子，真是好不要脸啊！夫人，您连红酒都没见过，何必出来丢人现眼呢？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夫人，粗鄙之词，简直丢她丈夫的脸了。婉婉，我从不嫌弃你娘家单薄，又是没落的商贾出身世家。你今天没有把我这个丈夫放在眼里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这里是公众场合，我劝你不要自讨苦吃。谢天之，你还真是一个好演员，还是说我没有发现以前你在国外学的其实是表演专业？徐婉婉，这个位子你是非坐不可的。我若说是呢？我若说是呢？这不就起来了吗？慧珠，我可不惯着嘴上说着人人平等，可骨子里还是资本家的大小姐。你竟敢泼我，我饶不了你！声韵老师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慧珠打不得，我来打。一个女子为何力气这么大？谢天之，和女人打还讨不你，真是天之。幼时教他的功夫倒是没忘，若是个汉子，我就把他抓到营里当兵。督军怕是想把他抓到床上去吧？我张嘴，我张嘴。徐婉婉，这里是餐厅，不是村口大街，不是你想撒泼便能撒泼的。是你先动的手。我知道你是嫉妒天之和我在国外早有感情，可我回国来是有远大抱负、教书育人的，不是和你争风吃醋抢男人的。慧珠，别跟他说那么多，这里是陈老板的地盘，容不得他撒泼。对，陈老板在哪儿？让他出来，把这个刁妇给我赶出去！陈老板，婉婉小姐有事找您。于小姐，走，快点过去。哦，对了，待会儿在于小姐面前可别叫我老板啊，她才是真的老板啊。小的明白。不过，他好像跟何校长的女儿吵起来了。何校长？我看他是找死。走。我只知道客人不愿意吃可以随时离开，但没听说过客人有权利把其他用餐者赶走。服务员，您这有这规矩吗？没有。告诉你们老板，我父亲何文是大学校长，报社主编，天之过几日也要到顾子昂督军手下任职翻译。我们二人若是在你们餐厅受辱，你们这餐厅就别想开下去。督军，他们好像在说你啊。我怎么不知道手底下招了个这么个废物？对了，她是何校长的女儿。那天何校长亲自去到您办公室给那谢家小子谋职，当时您不在。何校长的报社天天编排冷子好斗山寨，想从我这捞好处。听闻督军年少有为，英勇非常，若真是将此等败类收入麾下，那才叫不耻。嘿，拿我当靶子呢？
你竟然敢背后议论督军，想掉脑袋不成？你自己找死，别牵连我们。诸位，今天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惩罚他。这件事情要是传到了督军的耳朵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啊！刘经理，听闻前几日军政府查封了你的一家银行，若是你能替督军惩治了这个，想必他定会对你网开一面。好个泼妇，这是你自找的！住手！住手！没事吧？这不是西餐厅的老板陈峰先生吗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啊？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假装他把花瓶打碎，让他赔钱，是个教训。既然陈老板来了，那就把这女人赶出去，别影响大家的心情。你知道他是？外祖曾交代我，余家需要避其锋芒，请陈老板不要向外公布我是西餐厅实际老板的秘密。明白。请问这位美丽的女士，她哪里惹到您了？她在这儿闹事打人，您看看，这都被她做成什么样子了？这有些人，老板来了才知道害怕。闹事的人的确应该赶出去，永远都在禁你。既然如此，这位先生，请交出你的邀请函。本餐厅从今日起将对你不在乎。我？这闹事的又不是我，再说我这又不是故意的，你怎么能？刚才你蓄意伤人未得逞，这个大家伙可都是看到。我们也逼我们对你收身。哼！喂，最该赶出去的人还在这儿。我差点都忘了啊！您也被本餐厅取消用餐资格，请您和您的男伴出去。这话是……陈老板，你搞错了吧？我们说的是他。这是本餐厅最为尊贵的客人，不仅永久的对他免单，亦可享受高于老板的一切待遇。为什么？她就是个旧派妇人，她不配。因为我是这家西餐厅的老板，这儿是我的地盘，这儿是我们的地盘。这怎么可能？首富陈老板怎么会和你合伙做生意？要不是于小姐看中我，我不可能成为她的生意伙伴了。这妇人竟然正是西餐厅的老板，看来这位小姐很得陈老板青睐嘛，比何小姐厉害多了。这死富商对我军政不爱戴，反也对他比这于小姐还挺有本事。你是这家店的老板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？你就是要故意看着我跟慧珠难看吗？谢天之，我给你脸的时候你是我丈夫，如今你带着小妾上门羞辱，还要我礼貌相待，没这等好事情。老板又如何？这儿是军政府管辖的地界，天生马上就要任督军的翻译，到时候查封了你这餐厅也不是难事。听闻那督军顾子昂蛮横无比，在租界最爱找事情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识趣点呢，就赶紧跟我和天池道歉，听到了没有？
杜鹃，我别动。督军，您来的真是及时。这个富商和这个妇人竟然联合起来欺辱您的部下，正好您把这个破餐厅一锅端了，把他俩抓起来。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安排起老子来了。督军，我是您新上任的翻译官。哎，何校长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他也配安排起我的人啊！将这种败类招入我的麾下，那才叫令人不齿。这么说，是有人冒充军官，蓄意损害督军的名声了？这不是哄骗吗？堂堂校长千金，竟做出如此令人不齿之事，竟被督军当场戳穿，好不害臊！你不是说你都搞定了吗？这怎么知道？站住！顶着我顾子昂的名头挑完事就想走了，你当我是死人？督军，你想怎样？给人家老板道歉，赔钱，赔钱。督军有所不知，我们本就是一家人，这要是道歉，多生分呢！哈，是吧，王安？道吧，不什么。对不起，于小姐，请你原谅我。唉，这花瓶是你从德国带回来的，独一无二，要赔钱。对，3000大洋。什么花瓶值一辆小轿车的钱？你们何校长哪缺一辆小轿车的钱啊？青云，对，带着伙计去河公馆亲自要账。好嘞。多多，多谢督军解围，这河公馆的3000大洋就不必送到这来了。这钱我1分不要，我额外再给你加2千，需要你帮我办件事。何事？因为于小姐外子的名下有一家药铺，前几日招了一个洋人医生，我要你为我拱去公安。你让我走私西药？战乱不断，唯有黄安能治疗我营中将士的枪伤。可偏偏这洋人与我督军府势不两立，我只能请你卖走出面了。徐家家训，概不插手军统之事，督军还是另请他人。于婉婉，我还是第一次见敢当面拒绝督军的人。督军谬赞，多多习惯就好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以后还会有多多交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聪慧的，让我聪明。你真不记得我了，啊，妹妹。他是谁？
那是元帅手下于副官的女儿婉婉小姐。石头有什么好玩的？去，我教你怎么打枪。去就去。我教你打枪，让你需要长大后做我的师傅，那样咱俩都不忌讳。好。不记得，我尚未离婚，仍是谢家妇。督军请自重。你不帮我搞西药，又不与我调情，好没意思啊！餐厅打烊了，督军慢走不送。一生一世，一生一世美好的年纪。督军，3100元，留下来。啊！你真看上那于家小姐了？自己去练武士军棍，暗中关注一下谢公馆的动向。另外，今日西餐厅之事散布出去，谢于两家的亲事该到头了。给我，别动。让你是个登徒子。进。陈峰，在我离婚之前，我要把餐厅的经营权转让给你。若是让谢家知道我名下有如此多的财产，恐怕会想法磕头。哎呀，谢家看中了何校长的前世，却不知您于婉婉才是掌握宜城经济命脉的背后之人。负我之人，我要让他们全部付出代价。你整个宜城都在传你当街殴打丈夫，谢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是他先动手的，我只是自保。还敢顶嘴？算了，此事由我做主，便不与你追究了。听说你是那西餐厅的老板，经常抛头露面的，不妥。有何不妥？婉婉啊，这如今天师都已经回来了，就该好好的侍奉他，为我谢家呀添香火才是最要紧的事情。这女子经商啊，传出去都要被人笑话的。以后啊，这餐厅的账本和地契就交由我保管吧。我若不交呢？你敢？为何不交？那当然是因为这西餐厅根本不是的。什么？我托我阿爸私下调查，竟发现那西餐厅地契和合同上的老板都是陈峰一人。就是你这个毒妇在撒谎，还说什么自己是老板？母妈，我看他分明就是想羞辱我和慧珠。这么说，他不是老板，那我怎么听说这西餐厅以前是你外祖家的酒馆改建？有这回事吗？确实。母妈，慧珠已经调查过了，这于家现在落败的屁都不剩了。这于婉婉就是想打肿脸充胖子，幸好被慧珠识破。你们，不如顺水推舟，让谢姐认为我散尽家产毫无用处。确实是我撒谎了，于家为了生计，已经把地产都变卖掉了。当时何小姐咄咄逼人，我只得央求她配合我，替我出口气。我早就料到，连我父亲都融不进去的富商圈子，一介封建妇人，凭何有能力和首富合伙做生意？你真是好不要脸！想不到如今于家连自家生计都顾不上，唉，还好当初拿的嫁妆多，以后可不允许你私自贴补娘家。放心，吞下我的嫁妆，让你们通通还回。母妈，这何校长为我在督军面前好不容易谋了翻译一职，
可是被他这么一搅和，督军将我当场辞退了。什么？督军将我当场辞退了。什么？若不是你当众撒泼胡闹，惹得督军迁怒停止，他怎会连我父亲的面子都不顾？这日后恐怕谢家是要断了前程。哎呦，慧珠啊，我的好慧珠啊，你可得好好的求求何校长啊，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家千枝。哎呦，这以后啊，你可是要当谢家主母的呀。想让我父亲出面也可以，总得让我出口气吧。放心，我今天必须好好惩罚下这个贱人，否则他日定给我闯出更大的祸患。来人，上家法！别动我们小姐！滚一边去！主意，谢天之，你敢动我的人？我是一家之主，我怎么动他？儿子，你们是我儿子，敢动我儿子，你想造反是不是？来人！真当谢家能惹你撒泼是吗？给我狠狠的打！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！今日有我护着，我看谁敢动他！督军，这是我谢家家事，怎么惊动了？闭嘴，蠢货！督军办事需要经过你同意吗？督军饶命啊！督军饶命！督军饶命！赶紧都下去，都下去！我知道了，天使督军发现你假借陈老板之名当众哄骗，这才来谢家将你问罪。哦，如何哄骗？督军不知，这于婉婉假装自己是餐厅老板，就是为了自己脸上有光，竟连督军也骗了去。您说他该不该死？确实该死。不过，这该死的人是你们。督军您明察呀！督军，我谢家书香门第，能与这样无耻粗鄙的女子结亲，乃我家门不幸。督军，您不能因为她的错而迁怒于我们啊！谢天之，当初是你谢家穷困潦倒，早已败lui，你母妈求着我外祖将我迎进家门。3年来，我散尽家产扶持你出人头地，如今你另攀高枝，是要与我一刀两断不成？是又如何？谢天之，只要你说出口，有督军在场坐镇，这婚你不得不离。我今日就要与你离婚。母妈，您这……那个明白，刚才是母妈一时心急，所以才动用了家法。这毕竟坏人在，你让督军看小坏人吗？这于家丫头又是什么坏呢？哼，还没将于家家底掏个干净呢，你休想离开谢家。媳妇人，您不能这么护着于婉婉，你这样会连累天之的。我今日前来，确实要问罪谢家上东。敢问督军，我何罪之有？我昨日在你外祖家的药铺里查出一味禁药，战乱不断，唯有黄安能治疗我营中将士的枪伤。可偏偏这杨然与我督军府势不两立，我只能请你外祖出面了。你在威胁我？我是在救你。于小姐，跟我走一趟吗？
若督军真的能查出有力的证据，我愿意配合。证据是可以创造出来的。来人，谢天之涉嫌与洋人走私西药，带走。督军，不是啊，木马，木马，木马！督军，你明察呀！我家监制怎么可能会走私西药的呀？谢家与余家是亲家，还有刚刘洋回来，正好利用亲家之便与洋人私下交易，顺理成章啊！不，督军，我在国外没学过西药啊。我可以作证，督军，天之他从未接触过租界那些洋人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他是没接触过，不过你的阿爸何校长接触过，一起带走。不是的，督军，不是的，不要逮捕我儿子，督军，不要逮捕我儿子，不要！妨碍本督军办案的后果，你谢家承担得起。我靠！督军，不要！于小姐，跟我走一趟吧，或许我还要为你的外祖一些本案的细节。如意，你先回外祖家，别叫我妈担心，我稍后就到。好。多谢督军，又救了我一次。婉婉妹妹，该如何是好？督军心中不是早有算计？派人关注我在谢家的一举一动，然后看出我有离婚的目的后，借机威胁我为你们提供房安，甚至还绑走了谢天之做人质。只可惜啊，谢天之的名威胁不到，我恨得杀了他。这个我当然知道。老二，他们这么欺负你，我是在替你出气。就算学会，我阿爸也不许我配枪，有什么用？这把枪送给你，有人敢欺负你，我替你出气。好。世人都说督军无利不起早，陆泽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若说，我的目的是你呢？我已身陷牢笼，无心宠他另一方淋雨。督军若是想与我谈情爱，我无法答应。但我有一个交易，倒是想与督军谈谈。继续说。我助你打通走私黄安的渠道，你助我离婚。离婚还要计划？谢家贪婪无度，恐会以离婚为由苛刻我的嫁妆，还请督军给我演上一出戏。婉婉，我知明你亲手丢弃家，也求你个保命。你让我觉得是一类人，冲锋陷阵不为生死，可是面对情爱，你却不知勇大。杜局里
向来是八胆尽收。还请督军等我消息。等等，这给你，随身带着。督军，您不是已经有还案的渠道了吗？干嘛故意拿这个威胁于小姐啊？小狐狸狡猾得很，抓得太紧会被吓到。等他离了婚，我再慢慢说。阿婉，如意说的可是真的？那谢家人差点要对你动手。是，外祖，母妈，我要跟谢天之离婚。我要跟谢天之离婚。这就请律师去。外祖，离婚一事我自有章程，我亦有同谋，他自会助我。哎，婉婉，罢了。3年前是我们擅自安排她嫁入谢家，结果呢，我们亲手把她推入深渊了。后的路啊，让她自己选择好了。小姐，您说那人是督军吧？他对你可真好。好什么好？他每次出现都会打乱我的计划，还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。能打乱的不是事儿，是心理。这是小姐您教我的，心乱了，做事才会没章法。杜军，让来个八胆。顾子昂，你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变数。你去谢家待着，盯紧谢天之的一举一动。好。这被关了整整1星期，还好你的腿伤还有的救。都是于婉婉这个贱人，眼下她回娘家了，她回来我非得扒了她的皮。等她回来，我非得扒了她的皮。还好有何校长，督军才查明真相，放了我们。天之，我已和阿爸说好，我以你在学校谋得主任一职。慧珠，你辛苦了。我竟不知如何感谢你。天之，以我在国外必定有感情，约定携手一生，你的事我怎能不上心？那何校长安排我几时上任啊？我阿爸的意思，等我完婚之后，我这个正妻，也好有理由帮衬你，不是？这不好办啊！木妈，我们回家就将于婉婉改聘为妾，然后再给慧珠下聘书啊！儿子，可是那小贱人一直在家中威胁我，是回妾呀！他哪有什么嫁妆啊？慧珠都已经查清楚了，于婉婉名下一处住宅商户都没有，而且眼下还卷入了走私案当中，我们直接将她休了。您确实被他骗了，此话当真？没了于婉婉，我们还有何家的嫁妆呢？好，这就去念休书，好把白玉慧珠迎进门。没人发现吧？于婉婉，谢少奶奶上次管我借了3000银子，是时候还了吧？老姐在外私借银子钱。上次的钱我全部补贴给婆家的纺织厂了，如今我丈夫伤了腿，急需用钱，求您再宽限我几日。我管你补贴什么阿猫阿狗，今日要么还钱，要么就留下你的脑袋。
这个小贱蹄子，说什么变卖嫁妆也是借印子钱。我们少奶奶可是谢公馆当家主母，还能赖账不成？大不了你去谢家讨要。这毒妇要是将我拖下水，我还怎么去学校任职啊？不行！好你个于婉婉，私借印子钱竟然推脱到我谢家身上，你好不要脸啊你！天之，母妈，你们怎么？对了，这边是我的丈夫谢天之，他有钱，他会听话。那个好汉呀，谁问你借的钱，你找谁去，别祸殃我儿呀！她是你的妻子，这钱理应你替她还。我没钱，没钱，那就别管我稀罕了啊！等等，还有慧君，她可是何校长的千金，一定不会放任天之不管的。你会替我们还钱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谢家的事与我有何干系？我可还没答应要嫁与他。胡说你已经是他的丈夫，又没休妻，又没离婚，要么你替他还钱，要么你替他偿命啊！我现在就把他休了。好你个丧门星，先是害得我儿被军政府关押，现在又想害得我谢家啊，鸡排被拖下水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装不下你了。我们小姐借印子钱，还不都是为了补贴你们谢家？小姐，既然他们如此无情无义，不如我们就同归于尽。我于婉婉，就算是死，也绝不愿被休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天之，我这就来救你。只要他死了，就没有人知道我借了印子钱，你也不会休了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！你杀人了！我早就说过，你还有你，全都是目击证人，一个也跑不掉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找我阿爸。本督军在此就餐，听到枪响就过来看看。哟，还真是凶杀案现场。督军，是他，于婉婉，他私借印子钱，把他枪毙了。封锁整个酒楼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于婉婉，之前我看你是烈士之女，免去了你走私的罪名。如今你杀了人，这可是通族的大罪，我可保不住你。督军，女子出嫁从夫，灭族之罪，不殃及娘家。这黄泉路上有母妈和天之陪着我也不算孤单。这个毒妇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哎，他说的没错，把谢家人全都给我押出去，处以死刑。督军，督军，母妈，母妈。何小姐，你不是和天之私定终身了吗？督军当日在西餐厅应当知晓，不如一起带走。督军，我求你救救我，我和他没有下聘书，我求你看在我阿爸的面子上，救救我。你说的对。
这何校长一心教书为民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他忠言丧语。不过今日之事，唯有一法可解。此法何解？只需证明他不是谢家父，把罪名全都放在他身上，和你们不就没有关系了？我现在就写休书啊！那可为时已晚了，除非……我听闻谢公子在新婚当夜就跑去浏阳，与心腹并无夫妻之实。对啊，既然无夫妻之实，那就把3年前的婚约全都毁掉，再找一个律师做个公证，就当这门婚事从没发生过。你们谢家不就和这个杀人犯没关系了吗？对。婚书就在我床头的柜子里，销毁，全都销毁。来人，去谢公馆取婚书。是。慢着，母妈怕是忘了，这婚书我也有。快把你手上那回婚书拿出来，快！督军有所不知，3年前我外祖担心我受委屈，光是这嫁妆的单子就随了30多场，不知这算不算我和谢家仍有婚约的证据？这个简单，让谢夫人把单子上的这些东西一件一件的全都还回去，不就解决了？还？这都已经还的所剩无几了，我拿什么还呀？那就别无他法了，我先送他上，你们3个随后。别！我可以拿房地于抵押，我们谢家城外有一个纺织厂，我都可以给他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督军还是动手吧，我一个人拉3个替死鬼，值。木马救我！木马！还有东街的3个铺子，城南还有200亩良田，银行还剩了4万银元，我都给他，只求督军为我谢家留个后啊！好你个谢家，卖惨哭穷，将我的嫁妆全部哄骗走，竟全进了自己家口。你没有。何小姐没有，你父亲应该有。婉婉，你想都别想！我告诉你，回叔，你能不能要求你阿爸大家写在一起？毕竟都快嫁到我们家了，也是一家人。这生死关头了，咱一家人能不能别计较这么多呀？可是，慧珠，你忘了我们当初生死相依的誓言了吗？反正于婉婉死后，这些东西都会如数归还的啊！谢家那些也都会是你的。阿爸不会同意的。好说。带着这个去何校长办公室，换2万银元。得嘞。苏叶，去将我的婚书取来。这套黄泉路，恐怕只有江小姐一个人走。婚书在此，这是何校长的银票，以及谢家纺织厂及所有资产的契书，总价值21万银元。于婉婉，你都马上要行刑了，你要这些财产有何用啊？这是2家的婚书。这是律师草拟的婚姻无效合同和财产公证，只要你们把这个签了，这些就是他的，和你们再无关系。
懂吗？啊。至此，我和谢家一拍两散。我于婉婉重获新生。督军，我们谢家现在和于婉婉已经分割清楚了，应该将这个杀人凶手当场击毙，以正威严啊！但你意思，这些利息不都还是我？你杀的人在哪儿呢？督军说笑我，我何时杀过人？那人都死在那了。小姐，这诈尸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刚刚于婉婉为了赖账，不是打了你一枪，然后你再都是误会一场，还请督军明察。于家小姐是我家钱庄的东家，又怎么会赖我的银子？这不是倒反天罡吗？东家，这于家的财产不就早被败光了吗？所剩无几了呀，怎么是东家？你明明查到。据我所知，于小姐早就开始暗中投资各个产业，眼下恐怕有半个宜城都是自杀不挂。你脚下这个酒楼也是我的产业。哎呦，这本都该是我谢家的呀！哎呦，这样完了，全完了，这何不说？你要是早说的话，我何至于谢？我要是说了，又怎会看清你谢家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的真面目？谢天之，以我本无其爱，你若安分守己，我亦可以装作糊涂，平稳度日。可你们谢家，见着我毫无用处，就迫不及待的甩开我，真当我于婉婉好欺负不成？婉婉呀，我的好儿媳呀，方才妈这么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。你这么懂事，应该会原谅我妈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方才你我不才分了婚书，个别两宽了，谢夫人。嘿，好啊，你个于婉婉，我才想明白啊！刚才那种情形，你逼着我儿子跟你离婚，现在又去将我们谢家的财产全都要走，你是装的！是你故意设局，让人假死，好让天之主动把家产赔付给你，是不是？好啊，于婉婉，你这是诈骗！你的意思是，本督军涉嫌诈骗？没有。哎呀，婉婉呀，哎呦婉婉，你说你有什么恩怨可以关着门，我们就自己去说嘛。你这分什么于家你家的？哎呦，才不是一家人吗？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谢夫人这话可不敢当，督军亲自命人写下的婚姻无效书还在这儿，您不识字，可以叫您儿子看看。这刚签的，还热乎着呢。本督军作证，谢于两家再无瓜葛。督军，这里面还有我何家的遗愿，能否归还于我？青云，哎，这能还吗？刚才我是以谢家的名义问何校长要了钱，于小姐不用管。都怪你，落入这贱人的圈套，这么多钱，我阿爸会打死我的。胡说，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何校长的。哎，
待我上任主任一职，我就把我所有的薪资全部给你。此等败人，也配进入大学教书育人？于婉婉，你不准诋毁我！督军，楼下聚集数十名百姓向你鸣冤。谢天之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第2个礼物，一切好事收着，一切好事收着。请督军一步，为民请愿。把他们3个给我带回去。这是怎么办？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呦，这督军来了，是督军来了，督军来了。哎，这不都是我们纺织厂的工人吗？这位丈夫因过度劳累死在纺织厂的工位上，谢家拒不赔偿。这位因纺织厂的机器老化导致右腿残废，谢家不但不赔偿，反倒是以损坏机器为由向其索要2000银元。还有其余数10位，皆是受谢家压榨的受害者。今日当着诸位百姓的面，向谢家讨个公平。你可知这儿大街上不是法庭？你为他们请愿，如果失败了，损坏的是你婉婉的名声。平头百姓投诉无门，他们连律师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今日若督军为他们求来了公平，他们定会感谢督军。若是失败，我一人担了这骂名又如何？你总是令我出乎意料。那督军可否愿意陪我赌一把？谢云，哎，请律师叫法官原告席各位上前一步。请律师叫法官原告席各位上前一步。督军，何必劳烦您兴师动众的请什么法官呢？我这就将那些刁民我这就将那些工人的钱一并还了，不劳烦你费心。景云，帮着谢夫人把账清点好。婉婉，能不能将你刚才收的钱还给我呀？以免不失去虚名。你能不能派个人去你我说过，我与谢家再不干系。好，你个蛇蝎心肠的贱人！哼，那我也不管了，反正纺织厂是交给你的。你们不是要钱吗？问他要啊，他余家有的是钱。对，我作证，刚刚谢家确实把纺织厂抵押到了于婉婉手里，他定会对你们负责。我们只要工钱，找谁要不是要？压他一争，经商数十年，一定有钱。于小姐，你把钱还了吧！于小姐，还钱，不还钱就。首先，给钱吧，于小姐，给了吧，都没办好生活。都别动！伤了督军，赶紧监狱的就是你们！没受伤吧？把谢家这2个人给我看住了！你们倒是听风就是雨啊！怪不得被谢家这2个蠢货耍得团团转。督军，你这是啥意思？
这于小姐是谢家的儿媳，又有钱，替她还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对，如意，我已和谢天之商议，决定离婚。有督军和律师作证，我与谢家的婚姻从此无效。这证书无效，就算政府颁布了离婚法，但是从古至今就没有女子主动休夫的说法，所以你主动提出离婚，这就是无效呀！有督军和律师作证，凭何无效？父母之言在先，婚书先在后。你要想离婚的话，那也得经过双方的父母同意才行。我们同意。外祖母吗？你们什么？外祖母吗？你们什么？3年前是我黑了心，给婉婉许下你家这门亲事。今日就算婉婉不提，我也要跟你谢家决断。可我确实从来没听说过女子离婚的。女子都能离婚，那天人吃不要反了。是啊，于婉婉，你简直是厚颜无耻！你主动提出离婚就是天理不容。许男子休妻，不许女子离婚，这是哪条法律的规定？叫更多的人过来，把今天这个场子给于小姐撑大，叫好吧。平和男子不需要任何理由便可纳妾休妻，还不准女子反驳。世间女子本就行得艰难，好不容易求来法律为女子撑起一把伞，大雨之下，无人敢拿起这把伞，那我便做这第一人。我要向世间女子证明，在爱情和婚姻里，女子也可以体面的离开。走。你这番话，看似比流洋女子更加开明，实则不过是心比天高的愚昧妇人吧。若天下女子都像你一样随意离婚，那这婚姻岂不是乱套？是谁规定女子不能比天高？没人规定这女子不得比天高。谁说没男人就过不下去了？我们女子有手有脚，当自强。对，女子当自强。哎，听说何校长正在筹备女子学校，不知道他看到自己的女儿再次拼命的贬低女子，心里是什么感受啊？于婉婉，今日你若是敢承认这离婚协议书，明日定让你成为这一城之耻，看哪个男人敢信你！我就很欣赏于小姐这种独立自主、新时代女子啊，不，是心愿。督军何必以身入局？您的名声比我的重要多了。督军，我读书少，但我这些年在军营里面懂得一个道理：主动上桌争饭吃，最不该被人瞧不起。有种的男人，从不担心自己女人的本事超过自己。我顾子昂就喜欢于小姐这种敢上桌争饭吃的人。督军说得好，我们愿意和女子一起同桌。这世间本就不专属我们男人。儿子，这可怎么办？今日于小姐主动提出离婚，就是女子为自己争取权益的第一步。我代表军政府，允了于小姐举起这面领主的大旗。你啊，没有意见啊？我没意见，没意见。这于小姐不是谢家儿媳妇了，我们的工钱岂不是更无望了？
孩子，余家早就交到你手里了，你做主。余家在宜城经商多年，靠的是各位百姓信任。如今大家有难，我余家没有任何理由视而不见。闺女，谢家纺织厂为了弥补我嫁妆的空缺，的确交到了我手里。既然交到了我手里，这就是我的责任。我纺织厂亏欠大家的，我来赔。于小姐，此话当真？让我的嘴有钱治了。太好了，于小姐真是大善人啊！纺织厂的所有工人可以继续留下来干活，退休和加班费我会一一补贴到每个人自己的手里。哎呀，这可是祖宗留下来的家产呀，这下可彻底的完了呀！这我怎么面对谢家的列祖列宗呢？还会说，要想尽办法把他留住。慧珠，慧珠，快随我回谢家吧。如今你就是谢家的当家主女了。我实现了对你的诺言。听之，我们俩还没有下婚书，放开我。这是你们谢家主母院子的钥匙。既然谢少爷和何慧珠已经私定终身，那就归还给你们了。于小姐是自己闲心，就惹别人一身腥的招数，还真是厉害。督军，你可是要阻拦我？我给你加把火。看来是于小姐还没有离婚，他俩人就搅和在一起了，成何体统？这不是无媒苟合吗？何校长怎么会教育出这样的女儿？太不像话了！慧珠，我们在国外留洋的时候约定好了要携手余生的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是啊，慧珠，我们为了你啊，放着婉婉这么好的儿媳不要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当初他费尽心思让我让位，如今我成全他，他倒是不情不愿。督军，今日可真是谢谢你。于副官以身殉职，我只是替他尽力的照看一下他的家人，并不必客气。此事影响重大，我和于小姐还有一些事情要去督府细聊。走一趟。那督军快请吧。婉婉，这就是督军说的有钥匙。帮有这么大的忙，你得请我吃酒啊，这还不算运势。可算是见着你笑了，刚才简直就是一个女和差。走。督军身手强过我100倍，是故意让着我。刚才替你挡那一棍，就是这只胳膊。伸到骨头还是静脉来，让我瞧瞧。还是的。
早知道阿婉妹妹这么心疼我，我就应该伤得再重一些，这样你就会对我负责，以身相许。可我记得是这个狗。可能是两边都伤到了。还装？看我试探你满意了。哎，阿婉，可能是刚才那棍子下得很少。那你还有心思说笑？嗨，13、14岁不懂事，就想着立军功，在战场上没轻没重的，受点伤很正常。婉婉，母妈，婉婉，母妈知你跟督军关系匪浅，但有些话须得嘱咐你。母妈，你误会我，我跟……刚才他为了护你不惜受伤，你眼神中的关切骗不了人。孩子，是你阿爸牺牲1000多个日夜，我从未真正心安过一瞬。你可知道，军人将性命交付战场，九死一生，注定辜负身边人。婉婉，我实在不愿你再受母妈的苦。谁徘徊，等不到心门洞开，我就怕下来小白望不穿这人海。督军心怀大义，是宜城百姓的英雄。今日亦多亏督军主持公道，婉婉替纺织厂的工人感谢你。好不容易惹个巧活，为放松身体，又被人家吓着了。那你说说吧，想怎么谢我？督军统领6省，自当一心为民，不求回报。我可不做冤大头，我替你离了婚，你得给我回礼才对。我不是答应了你给你运送黄安吗？如今战事不值钱，黄安的事情放一放。那你要什么吗？好看吗？英格兰大使说是送给郡主的宝石，叫我抢过来的，送你。不是要我的回礼，我要你时时刻刻都带着它，这便是我的要求。可是督军的心意太过于贵重，我恐怕偿还不起。不用你还，那洋人佬趁机抢了老子好几吨金条，老子以后多收了几次保护费就赚回来了。督军这个样子，倒是有李太白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势。李太白，除了谢天之，你还有别的情郎？督军，今日多谢你的款待，3日后你可以到余家来，届时我会将运送黄安的渠道交给军统。起云，给老子买箱子书回来！啊？什么毛病？
慧珠啊，虽说你父亲嘴上不同意，但他心里啊还是疼你的。等你日后啊为我谢家诞下祖孙，母妈呀给你补办婚礼。母妈，慧珠如此懂事，不会注重那些形式，以后我们俩一起孝敬您。与谢家娶妻没有聘礼也就算了，还倒欠我阿爸2万银元，还好意思使唤我？慧珠，你这个老太婆还敢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真当我是那个于婉婉好欺负？你要做干嘛？人呢？人呢？这个疯子，给我带出去！母妈，如今谁不知道，你们谢家早就被那于婉婉坑得连家底都不剩，那些下人把家具、厨房洗劫一空，早跑。从今日起，我何慧珠便是这谢家的主人。母妈，母妈，母妈，你怎么了，母妈？本店宣布，即日起招收大量女店员、女帮工，不论出身、学识、家世，不论未婚、离婚、二婚，只要肯接受培训就能上岗。这可是洋人用餐的西餐厅，咱们女人也能进去穿着西装给人端盘子啦。制定几套女子穿的制服不就好了？我生过孩子，你愿意要我吗？工钱少点也行。生过孩子又不是犯罪，凭何低人一等？工钱人人平等。大家进来报名。太好了，我能挣钱，这样就不用看丈夫的脸过日子了。是于小姐，是于小姐拯救了我们。婉婉，婉婉，婉婉，你如此大发善心，也应该帮帮我和母妈才是。婉婉，督军，婉婉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口叫？静言，婉婉，你不知道，母妈被慧珠气得中风偏瘫，全身上下只有眼珠子能动。我现在和一个低贱的下人也没什么两样。婉婉，与我何干？你既选择了他，便要承担后果。何小姐是留学千金，她嫁给你，你认识怎么？她眼看着我们谢家落魄，竟不伸手帮忙，简直是枉读诗书。我也是瞎了眼蒙了心，才会迷恋这样的女子，从而错过婉婉。你当初不过相中何校长的权势，如今何小姐不肯如你的意，你便破口大骂，罔顾旧情。谢天之，你才是最不要脸的人！婉婉，婉婉，你方才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婉婉，婉婉，救我！婉婉，今日是我西餐厅扩招的好日子，有些触了霉道的东西，还是眼不见为净的。你我才是家世好、学问高的一城第一女子，凭什么风头都让你出尽了？我就落得如此下场，我不服！我不服！林校长，多谢。何校长的千金，好像对这个督军还有于小婉颇有怨言。不敢。我呢，跟何校长也算是多年不交，所以有些话方与你直说。师长照应我何家良久，我心怀感激。整个军统都知道，我跟顾子昂内斗多年，为了争夺军政府大权。要是何小姐愿意帮我，
我可以保证何校长一家都可以得偿所。师长，我父亲从不干涉军统之事，那你就不想看着于小姐向你求饶的样子？你要我怎么做？这边，对。安婉妹妹，今日真好看。这还未到3日，督军怎么寻来了？一日不见，如隔好几年。督军这书读的未免太过于潦草了些。你给我看的什么破书？安婉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是在棍棒下长大的，书本对于我来说就是烧火的草纸。我本想多学一点，就能读懂你话中的深意，不再剃头挑自己头热。可是你不晓得，督军，顾子昂，你不是一头热。我又不懂了。我已知晓你的心意，我也心意已你。走。任知枫叶大地生死三千年，反复斟酌读懂你。手腕片刻温柔天地，小婉，可惜你看不到，我现在的心好像已经……成全是义无反顾的放肆，离合聚散我不似这唐人，须依附于穆混儿一身，外表喜人，百般听话，世间男子皆傲的猎人模样，我于婉婉学不来。你只管做你自己，我们两个本来就是我与你比较。自然的相信，你就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。我今天早上练兵的时候，就想同你一起，想跟你一起吃饭，一起骑马，还想买很多的珠宝送给你，想同你一起睡觉。顾子昂，你知不知羞？这也不能说。好吧。阿婉，我平时呢就鲁莽冲动，不懂得怎么爱人。你书读的比我多，你平时多教教我。看在你这般好学，我就勉为其难，收下你这个徒弟了。是。多谢督军相送，请回吧。你不必如此粘人，还想送我回家中不成？你以为我是随你而来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特意来找于老先生商谈要事。哎，改日必定登门道谢。督军，婉婉回来了，今日可顺利？督军怎的随你一起？母妈，今日谢天之找我麻烦，是督军出手相助。改日必定登门道谢。督军
请回吧。那我走了。等等，母妈，我和督军在谈恋爱。我告诫过你，他这样的人无法和你厮守。可是，我知道您在顾虑什么。乱世之下，家国两难，我无法抉择，所以，我两个都要。西南6省我 hold 得住，阿婉，我同样 hold 得住。督军倒是好大的口气啊！母妈，前些日子我和谢家闹离婚，我夜夜难以入眠，唯恐睁眼就掉入漩涡。可有了他在身旁，就好似有了底气能捅破了天。我喜爱他，我想和他共处一处。母妈，让我试试。如果爱是错落的梦中与你相拥，与你走过匆匆，心儿我想你先拖我过来。知足而懵懂的。哎，您要打就打我，他也是受我挑唆。啊，痛！啊，痛！哎呀，哎呀！母妈，督军这里有旧伤，一定很痛吧？痛！哦，你这孩子，怎能还诓你母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怎么就……爸爸，闹什么？阿青啊，婉婉已经不是他阿爹走时无措痛哭的女孩子了，该放手了。爸，我心疼我自己的女儿有错吗？那我问你，若是可以重来，你明知泽成有朝一日会战死沙场，你还会选择嫁给他吗？当然，我爱泽成又……母妈，母妈给你炖的燕窝还烧着，我去看看。督军，请坐吧。督军此次前来，不只是为了你跟婉婉的事吧？还是瞒不过老先生，这洋人与我督军府不对付，不肯供需黄安，还得请您出面，以药铺进货的名义打通这条渠道。婉婉，过来。有此印，西南6省瑜伽店铺只听你一人调遣。哎，外祖老了，有些事你做决定好了。督军不是说暂无战事，皇恩不打紧？难道如今……既然把瑜伽拉上了这条贼船，我也实不相瞒，军政府林师长正在四处招兵买马，一头夺权。既然与倭寇合作，倭寇在东岛贩卖大烟，残害百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这个林师长竟然把倭寇引进了宜城，想要与倭寇抗衡，我们的武器远远不够。我记得半年前督军攻下云省，云省可是缴获数个洋人的武器库，如此还不够。他们藏得太深了，上次一战
云省副官刘峰逃脱，3日前被抓获，肯定死不愿透露武器库的位置。唉，武器库若是被林师长和倭寇先一步找到，那西南6省恐怕不保啊！这样，这倭寇不是彻底打通了入侵的通道吗？我绝不允许他们践踏我华夏半步。婉婉，战事起，唯有黄安能压制枪伤，能解将士们的病患之忧。可此事绝技瞒不住，不止林师长，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余家站到了督军这边。以身入局，你婉婉，我妈听你的啊。婉婉，你不必勉强，这本就不是你余家的责任。怎得不是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民族危难之际，我怎能置之不理？我会尽快派人暗地里去搜集黄安，督军只管放心去做。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形势严峻，我余家愿全力相助，只求天佑我华夏。我会派人暗中守在本口，你等我消息。等等，我要去见刘峰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我是不会说的。要么你杀了我，要么有朝一日等我出去杀了你，为我云省军统报仇。想杀我顾子昂的人，从这儿绕到阎王殿都得打个来回。就你这2两重的骨头，连我家的狗都喂不饱，想杀我，下辈子等够。哟，想对我使美人计啊？但这姐姐长得确实水灵。你别以为老子不敢杀你。顾子昂，放开他！你信我吗？信。你说的每句话，我都信。你要是再敢乱说话，老子割了你的舌头！真是个疯子！听闻云省副官16岁上阵，17岁便缴获6国联军8吨子弹，有少年英雄霍去病之称。今日一见，果真是风采如此。什么治病得医？我还是西南阎王呢。顾子昂，你不懂就别插嘴。刘副官，我要与他计较。我确实不会治病，只会杀人。今日我来，是想问刘副官一句话。我从来不与女人多说话。老子老哥就应该掐死你！你既如此瞧不起女子，那今日你我来比试一场如何？赢了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；输了，我放你离开。傲寒，不自量力。请督军为刘副官松绑，借我2把枪一试。刘副官，规则很简单，若是有一方被另一方制服，则算是输。
你身上有多处伤口，若是不便，就当是让我这个女子，没意见。找死！找死！你输了。什么枪法就敢正面刚？万一是我就没命了，知道吗？我的枪法跟你学的。愿赌服输，可你摸我武器库的下落，打死我！我想问你，你的目的是光复云省旧军统，哪怕不顾百姓安危，也要再起战事。我当然。你一路逃亡半年之久，这一路上，你理应见到云城在督军的治理下，百姓是如何安居乐业，再无战事。我想，你的执念是国泰民安。刘副官，你这等少年英雄，不该被困于此。我早说了，阿婉妹妹就应该被我拐到军营里面当军师。那督军岂不是要对我言听计从了？我现在还不是言听计从啊！我的鞋跟儿。我的爱你明白。督军不必。我得保护好我的军师，不能有半点差错。放下来。那我可放了。这于婉婉深夜来监狱做什么？放下来。顾子昂，我的阿婉就应该被人捧在手心里，一辈子平安顺遂，无忧无虑。可我想与你并行，不管危难险阻，只要有你在，我都不怕。青丝花却为你人缱绻，如影相伴，随风摇曳。你说你昨晚看见顾子昂带着于婉进出了监狱？是，亲眼所见。这监狱里头关着的是云省副官刘峰，掌握着武器库的秘密。他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？师长，我有意见。这顾子昂是督军，可于婉婉是平民，平何有资格随意进出监狱？定是有目的。如果没有，我们便帮他想一个，比如通敌。于家掌握宜城经济命脉，串通云省叛将刘峰，意图谋反。此时顾子昂一定自乱阵脚，这军政府不就是您的统治区？可是如此一来，
恐怕我这统领当的就名不正言也不顺。我会央求父亲联合大学游街，推倒顾子昂6省督军的位置，拥护师长。何小姐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何家。于婉婉一死，何家复起，我又是宜城最尊贵的第一千金。林师长，你要干什么？捉拿反贼于婉婉。于婉婉人呢？不知道。别动我外祖！有人举报你勾结云省叛贼，意图谋反，你可认罪？林师长想要我认罪，我敢不认？那倒确实也不容你狡辩。带走！大姐，告诉督军，计划有变，让他不要乱来。于婉婉，如今你是人人喊打的阶下囚，我看你如何得意。婉婉怎么可能是叛敌啊？肯定是搞错了。闭嘴！要是惹恼我，怕你和那老不死的一起埋了。林师长好大本事啊！我的人也敢拿。林师长好大本事啊！我的人也敢拿。顾子昂，我不是说了叫你别来！妈的，放开他！督军如此维护这个叛贼，恐怕是被他迷得不轻吧？林师长，我的位置就让你眼红到这种地步？没有证据乱抓人，我的枪可不是。谁说我没证据了？何千金，昨天夜里，我亲眼看到于婉婉鬼鬼祟祟的从监狱走出，我就是人证。这下督军满意了？于婉婉，你深夜私自进出监狱，不是叛贼是什么？你还敢不承认？于婉婉嘴硬，我正要带她去监狱里体会一下那些手段，不怕她不招。不用审了，我招了。我那天夜里确实去了监狱。林师长，他承认，那又如何？我去了监狱，就证明我是叛贼了。如此自然不能证明，但是督军知道，那个监狱里藏着一个大罪犯。你那天晚上去，不是私会他，那还能是干什么？报告师长，监狱里空狱。什么？刘峰呢？云省一战叛逃的刘峰去哪儿了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是你，对，是你。那天夜里是你放走，还说你不是叛贼。师长也有证人亲眼看见我放走他。既然没有证据，那我们可就先走了。我看谁敢走！你敢当众射杀督军，事到如今我也不必再装了。顾子，你我内斗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那个位置？今天你逃无可逃了！快！
可是，始めまして、私は大佐です。倭寇军，林师长，你身为宜城的军官，暗通倭寇，这可是卖国的大罪。那又怎样？大佐先生已经答应带他的大军进入中原，西南6省就是我的天下。他们在东讨无恶不作，毫无人性，虐杀幼童，你怎能为了一己私欲，使同族人民于水深火热？那又如何？百姓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在乎权力在不在我的手中。姑嫂，军统跟政府本就势不两立，你倒是立下了赫赫的战功，赢得民心。那我呢？啊，那些个愚昧百姓根本不把我这个师长放在眼里。谁人不知政府就是一帮贩子，颁布法令，完全不顾及百姓的疾苦。如今倒是找了个好借口，和这些倭寇暗通卖国。姑子啊，西南6省马上就不是你的天下。大佐先生已经向我许诺，待一朝事成，我便可自立为王。督军是个聪明，我并不想与你为敌。如果你愿意弃暗投明，我会许诺你更加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荣耀。大佐先生，你……小小弹丸之地，野心不小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？顾子敖，你死到临头了，你嘴还这么硬，把枪放下，要不我先杀了你的姘头。别怕，我不会让他们伤你分毫。督军想必还在等你的援军吧？林师长已经查过了，督军的军营今日在100里外的训练场练兵，我们可是有备而来的。顾子昂，现如今你孤身一人啊，还带了你的小姘头啊，看来你在黄泉路上也不会太久。我这就送你去见阎王。行云主甲来迟，侧向苏勋请罪。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不可能啊！督军，军统的行动怎么可能被你轻易发现？你中计了，林师长。八个！大佐，他们的武器弹药不够，打不过我们的。督军，咱们弹药库全是高级，这次送的急，并且……早就听闻督军苦于武器弹药已久，你们拿的这些不过都是最落后笨重的枪支，就算救援赶来了，也会倒在我们先进的机关枪下。副长，时间到，我今天就算是死了，我也不可能让他们走掉。有老子在，你死不了。是刘峰。刘峰不是跑了吗？怎么他妈会出现在这儿？刘副官，你这可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晚了半个钟头啊！我们的武器和弹药确实告急，幸亏刘副官昨夜日夜兼程，带我们找到了云省藏匿的武器库。刘副官，你这等少年英雄，不该被困于此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要放你出去。我要放你出去。我知刘副官心怀大义，并非是纠结个人恩怨的狭隘之辈。如今政府林师长暗中联合倭寇，意欲叛国，此时正是需要你和督军联合抗战之时。倭寇军，可我不会和杀害我长官的仇人合作的。你的仇人应当是危害民族稳定之辈。
你和他合作，为的也不是督军这个头衔，为的是守护百姓的安宁。把我放走，你就不怕我再也不回来？当然不信。你，但我信阿婉。阿婉所言，皆是伪意。回副官，我替西南6省的百姓多谢你的大义之举。我只不过是看不惯这些叛国之贼嚣张而已。兄弟们，补给的枪支和弹药马上就到，给我守好这里，叛国贼一个都别想跑。是。哼，就算你有充足的武器弹药，又如何能抵挡得住我们的大军？哼，我告诉你，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我妈呀！现在，那帮怂包早就被刘副官带人用精英狙击枪给爆头了。别看了。林师长，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？这就是你跟我合作的诚意吗？道先生，我确实没有想到顾子昂的后手有这么多，这都是他早就计划好，他早有预谋。那又怎样？我有军师做我的参谋，你们这些蠢货，够死10回的。袁副官，听闻你的狙击之术可以让外国联军魂飞丧胆，今日可有新意图？自然愿意为你想。擒贼先擒王。拿下倭寇！大头先生，大头先生，我是政府出差人，你不能杀我！叛国贼，生死不来。再敢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督军，救我！别信了，这个女人跟他们是一伙的。督军，我是被威胁的，救我！就算他不是犯贼，为了大局杀1、2个人算不得什么。不要开枪！他罪不至死，不能让林师长有可乘之机。顾子昂，西南6省领土之内，任何一个百姓都不会被抛弃。冤枉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搞砸了。别看我在这演戏了，顾子昂，成王败寇我认了，但老子他妈还不想死。现在让我走，要不然我一枪杀了他！不能放他走。好，我放你走。你们给我让开！林峰，保护华婉。放心。顾子昂，你说过叫我不要担心，你说我冤枉，为什么要救我？去医院，快，开车，去医院。
他怎么还没醒啊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但病人高烧不退，如果挺过夜里，那病人就……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必须救活他！我只要他活着！我去，医生，我这儿有磺胺。医生，我这儿有磺胺。您竟然有消炎药，这下病人有救了。请您先离开。婉婉，明明婉婉早就说没事了，怎么就中了枪？怎么就中了枪啊？他是为了我中枪的。你先前在于家信誓旦旦，说你护得住西南六省，也护得住婉婉，结果你剿灭了叛贼，却唯独伤了我女儿一人。顾思昂，我当真是错看了你。好了，待婉婉醒来，还请督军离婉婉远一些。我于家惹不起，躲得起。我不会放开他的。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不会放开阿婉的，谁都不能从我身边夺走他。在你身边受了重伤，把他交给其他男人，我不放心。他只能在我身边，在哪我都不放心。我只相信我自己，我要守护他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倘若有一日，婉婉和你的江山必须要你2选1，你等如何？他不会有那一天的。我只问你如何选。我不知道。我并非那棒打鸳鸯的父母，但是督军，你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不知道何时要丢在战场，何来保护婉婉一说？我只想让他好好的。如果你真的为了他好，就请离开。顾三，你敢答应试试？婉婉，你醒了。我的乖女儿，我妈带你回家。刚才说的话我体谅。面对面就错。我是为你好。那天突然的雨顾早，跟我在一起，你可是怕？我不怕，我只是担心你。我不怕受伤，更不怕所遇非人被辜负。说是前方道路不通，那我就重新开辟一条出口。可是我唯独害怕走快的人后悔终生。婉婉，你怎么总是不听母妈的话呀？
姑妈，如果不能与爱的人前行，于我而言，前方就如同一片沼泽。阿婉，外祖支持你。阿青啊！当初婉婉就是听了你的话，避其锋芒，嫁进谢家，结果呢？婉婉她自己都决定了，她不后悔。咱们做长辈的，又何必去做恶人呢？我虽然无法从阿婉和百姓中做出抉择，但我发誓，我会把阿婉的命。至于我之前，只要我在他身边一日，我就会护他一日周全，朝朝暮暮，在所不辞。婉婉，阿婉，你刚才的烧还没有全退，现在好些了吗？外祖和母妈呢？我先叫人送他们回去了，有我在这儿守着你。疼吗？疼，非常疼。都怪我，没能保护好你，我高估了自己的身手。那叛贼死100次都不足惜，却让我的阿婉从鬼门关走了一遭。能释然吧，哪怕拱手送走他，推开门重逢在。还好我命大，我要是死了，难不成你要给我陪葬？阿婉，我这条命是你救的，你要拿走还是留下？我随时供奉。我收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死。还以为无影踪，记忆里有翻涌，人长大后太难学从容，总有失望，怎么像化蝶？阿婉，我再也不会松开你的手。母妈，我出院了。你不是只要督军照顾你就够了吗？还回家做什么？母妈，我这不是担心累到你跟外祖吗？顾子昂他有的是力气，不用白不用嘛。婉婉，是不是饿了？外祖给你熬了参鸡汤，我去给你拿。外祖，我有件事情想同你和母妈商量。我想和顾子昂结婚。你怪会蹬鼻子上脸的！我才同意你二人恋爱没几天，你怎的就要嫁进督军府了？我不同意！母妈，您别为难他了。您不同意她嫁到督军府，那就算了。我可以入赘到你们于家，反正我爹妈死得早，也没兄弟姐妹跟我争遗产，正好我让青云把我的东西全都搬过来。不过你们得给我留一间半屋。你休要胡说啊！我好好的宅子，凭何要变成你办公的地方啊？对啊，我看督军府蛮好，不用搬，不用搬。你们要都觉得督军府好，你们就都搬过去。我呀，一个人省得清闲。那上门女婿都不乐意啊。
我妈这么说，你是答应了？我妈就是气你不懂得珍惜自己的身体。伤口还疼不疼啊？小姐，这是在门外发现的，留的是何慧珠的名字。于小姐，原谅我不敢当面对你说声谢谢。以前的我太过愚蠢，做出那些伤害你的事，对不起。谢夫人偏袒李氏，谢天之没了庇佑，沦落街头，而我要离开宜城了，去到山里帮忙那里的女孩子读书认字，只愿她们能像你一样正直善良。写的什么？没什么。杜鹃，要不要去我的闺房参观一下？这个主动，邀请未婚男子进入你的闺房，这不太好吧？我去算了。去，老婆的话哪敢不听啊？